这也太巧了！吴东胜小组现在就在枫药谷。好，这才是一营的侦察班长，有任何消息立即汇报。是。营长，枫药谷的石桥是断的。断的？这是他们刚刚发过来的石桥信息，看。上车。全体都有，上车。 营长，保条组在2营行进的路上设了帐，他们的车队现在也停下来了。好。你看，这两边都遇见了难题，而且问题还差不多，有点意思啊。任军，依你看他们会怎么选？我感觉以郭子健的性格，他应该会选择架桥。但如果姜胜强也选择架桥， 在时间上，一营还是属于劣势。这种天气，选择架桥，太危险了，对吧？我们现在想要取胜，就必须要让姜振强选择绕行。我们折返清让，跟他们绕行的时间差不多。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可能还有一线生机啊！我要的不是一线生机，是100%的决胜之策。 所以我们不折返，选择架桥。这种天气情况下，你要架桥，姜胜强又不是傻子，你怎么可以确定他一定会绕行？姜振强是聪明了一把，但是我要让他聪明反被聪明误。他给我玩一招出其不意，那我就还他一个瞒天过海。抓紧时间，迅速清理路面，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快点，再快点！ 保障连发回消息，一营正在清障，看来郭子健是放弃在枫药谷架桥了。这个天气下选择架桥，那才是真的疯了。一营只有选择折返，才有机会和我们一搏。命令保障连，在第一道障碍后面再设置一道障碍，务必延误他们的时间。命令各连绕行出发。是。 好，稳中求胜。这个圈子兜的可不小啊！斩断一营后路，给他争取了时间，这是姜胜强可以选择的最佳方案。可一营为什么只有小分队去清障，而大部队却原地不动呢？首长，我觉得这郭子健可能是憋着坏了。这不是一营的1连长李松伟吗？他不是保障连的。等着看就知道了。报告，营长，2营确实选择了绕行。好，前面这个路段相对开阔，通知保障连马上架桥。是。 张三，他们这是要架桥吗？郭子健想干什么？还真的要架桥啊？没错，在设置导条方案的时候，我就已经将天气、路线以及他们所有备选方案中可能会遇到的所有情况都做了详细分析。
超过雨天在蜂腰谷架桥的可行性。各项数据显示，蜂腰谷架桥可以实现。那这么说，他们刚才清障那是障眼法？哇，他俩这心眼玩的。这叫谋略，不叫玩心眼。只有把握每一个机会的人，才有可能是最终的胜利者。在这种环境下架桥，确实太冒险了。刘参谋，到，通知郭子健，立即停止架桥。是。营长，指挥部呼叫。指挥部请讲。动摇命令，马上停止架桥，马上停止架桥。停止架桥？为什么？重复。动摇命令，动摇命令，马上停止架桥，马上停止架桥。报告指挥部，演习指令一旦下达，形同作战命令开始，无法暂停。演习方案很明确，一营指挥员是我郭子健，除导条组外，任何人无权干涉。一句话，你的动摇越权了。滚！这一营万一真的出了事儿，他郭子健负得了这个责吗？老三，下车看看。孙兴旺，走。报告营长，保障连已经全部到位，营侦察班正在山谷对面。山谷什么情况？战斗队正在选择合适的地点，战阵雨太大，可能会影响整体的进度。我过去看看。我太危险了！报告，首长，您不知道，演习这么多年，很少安排关于架桥这方面的科目。即使有，也是由咱们旅保障营完成作业的。各个营的保障力量，基本没有单独完成过这么复杂环境下的任务。再说下这么大雨，万一要是出……我就是一个观众，今天啊，不讲评，不表态，你们该怎么组织就怎么组织吧。是。小心！哎！营长，都来了！怕什么来什么，还真让我说中了那种。老苏，冷静点，你看到没有？这下子回来，我一定好好收拾收拾他。等结束以后再说，我收拾他。抓紧了！着急，营长！吓死我了，梁灿！
我们中计了。营长，现在更改路线恐怕来不及了。现在这样的天气，一营架桥未必能成功。我见这个疯子！我们不能等，命令队伍全速前进。是。科目，全速前进，全速前进。 队友，走！我问你，桥架得牢靠吗？教导员放心，战士们正在铺防滑垫，车队马上可以通行，必须保证万无一失，保证完成任务。营长，我建议依照次序，人装分过。我也是这个意思。吴三号，到！通知所有过桥单位，人装分过。是。 他们真架桥成功了。不过这郭子健还真是挺厉害的，一句月前把索副旅长都给呛得没脾气了。他的话没说错啊。演习一旦开始，如果现实中的领导再发布指令的话，那不就穿帮了吗？但照这么看，这一营不是要反败为胜了？这一营的前进道路可真是一波三折呀！ 我要处理这个孙兴茂，是他向我保证过的，万无一失。别急，侦察班已经过去查看了。那个刘参谋，到，通知郭子健，看要不要终止渡桥，组织抢救。是。 什么情况？有一艘泥土出现松动，问题大不大？装备起降复习之后，原本的桥基显露出来了，安全的，完全可以承载车辆通行。确定吗？再给俺1分钟。 营长，车辆完全可以通行。好。吴参谋，到。二营到什么位置了？营长，他们的速度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得多。按照他们现在的速度，应该会在早晨6点到达集结地。看来我还是低估他了。营长，这天气恶劣，架桥过桥的时间比我们预想的都要长啊。不要安慰我，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让大家注意安全，迅速过桥。是。真是让首长见笑了，这场拉动啊，比一场演习还像实战。哎，你说这郭子健，他是兔子急眼了，还根本就是一个傻大胆啊！要我说啊，他纯粹是运气好，瞎猫撞上死耗子了。哎呦我的天哪，给我吓得一脑门子汗呢。这运气啊，有时候要青睐有准备的人。我倒是建议啊，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复一下盘，从头到尾再看一遍，也许你们的感受才更真切。 是。
一营的兄弟们，唱首歌。团结，预备，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天，这力量是高，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法西斯的开火，让一切不被主义制度死亡。郭子健，还没到高兴的时候。是，你先到了，但是拉动的全过程都是要计分的。你走错了路，这是最大的减分项。什么加分，什么减分？你说了不算，得导调组说了算。嘿嘿。准备，整队带回。是，全体都有，坐稳，起步，走。刘科长到，你也盯了一晚上了，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报告首长，虽然现在最终的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是根据各种数据和情报信息显示，一营先行到达集结地，应该是一营胜。记住教训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提高自身的综合技能。侦察兵就是领导战斗决策的眼睛和耳朵，你们的准确会让你们的指挥员耳聪目明，你们的失误就会导致你们的指挥员的耳聋眼瞎。尤其在天气恶劣的条件情况下，我们的郭营长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迎接我们的战友，万一有个3长2短，5多少到，我相信你会后悔一辈子的。教导员，俺知道了，俺一定好好的检讨，类似的失误不可以再有下一次了。俺保证，要是再有失误的话，俺一定提头来见。吴总长，从头到尾，我们的郭营长一再坚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对你还是很认可、很肯定的。你这脑袋是属于祖国和人民的，不要到处给我乱给。我要的是准确无误的情报。是。报告，这个结果我不能接受。说说理由。走错路，为什么不扣分？好啊，既然对结果有异议，那现在我们请导调组参谋梁红同志做一个简要说明吧。是。各位首长，这次拉动是对合成营实装行军的全方位考核，但在这中间，我们也设置了几个小的科目。第一是一营的目标点，我们设置了虚实2个点，非常接近，很难判断。但是同样的情况，2营并没有。第二，二营虽然没有设置目标点干扰，但是在途中专门设置了路障，路障300米侧就有简易山道。按照预先设定，车队在通过简易山道后，通过架桥便可直抵集结地。但是2营却选择了长距离绕行。1营在发现车队方向差错后，
及时在绝境中另辟通途，这当然要加分。这也是原先在设置课题时就早已备注了的加分项。所以，通过各种综合比较，并以双方作战力量、大部队到达集结地域的时间判断，我们才得出了一营胜出的结论。完毕。看来梁参谋对这次拉动的所有规则和评分标准都已经烂熟于心了。梁参谋这个大脑就是一个小型的数据处理中心呢。我再补充2句啊，其实首长在对2个营进行课题设置的时候啊，是充分考虑了天气因素的，所以昨夜的那场雨也是选项之一，即雨夜山路车队行军，指挥员要面对的，除了军事指挥外，还有安全问题的处置以及当机立断的魄力。一场正常的雨夜战备拉动，让我们从首长那儿学到了很多实战中应该掌握的理念和技能，也学到了作为指挥员应对复杂环境下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综合素质。这应该就是这次训练的初衷和真实意图。那么接下来呢，请首长宣布结果吧。我早就说过，今天我就是观众，不是裁判，你们自己商量吧。那我就和索副旅长先开个小会商量一下，晚点宣布结果。好啊。1、2营，先回去集结队伍。是。袁仁祥，就这么点度量啊？郭子健，我不管主攻营的打擂结果到底是怎样，1对1单挑，敢吗？田行长，指挥员比的是综合素养，咱不能意气用事，对吧？虽然2营跟我们1营一直是竞争对手，但是我们都是人民的子弟兵，团结才是力量。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一个指挥员连这点胆量都没有吗？啊？还是说你郭子健已经习惯了用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下三滥手段，早就忘了什么是真正的军事素养了吧？想比什么？综合战斗演练，敢吗？没问题，奉陪到底。我现在就去找首长汇报。郭子健，我知道你厉害，但是江胜强跟咱们1连那些小子他不一样，人家是全集团军综合战斗演练记录保持者，你不能说答应就答应。怎么了，教导员？信不过我？那人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啊？我是怕你万一不小心真输了，那不也丢你自己的面子吗？没有万一，一会儿就把冠军拿回来给你看，行吗？郭营长这么有自信啊？那我们去给你加油，你欢迎吗？欢迎啊！你们要能来，我就更有劲儿了。郭子健，你肯定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说话做事一定要小心低调，小心驶得万。别说，别人在都有点面子，行吗？啊！梁彩，这郭子健真挺有意思的。哎，我感觉你们2个好像挺合拍的。我跟他合拍？就比如说上次那个什么营战斗权，张胜强都不知道，你一下子就给说出来了。还有这回架桥，你给双方都留了空间，可是就郭子健做到了。哎，大概就是你们学神的事情我不懂吧。刘科长，
杨参谋，方便单独聊两句吗？啊，梁三，那我就先走了。杨参谋，有件事啊，事关我们旅的参加这次集团军演习的整体布局和规划，想请你帮个忙啊。集团军的战役演习本来就是我们基地的工作，刘科长客气了。想必这次打擂的起因呢，你也是了解的。但是现在这个1、2营为了争夺这个主攻营的位置，可以说是闹得两派俱伤，影响团结，甚至我们旅的领导在上级面前还有失体面。会吗？虽然江营长对比赛提出过质疑，但是我已经把所有的数据还有设置的规则都跟他解释过了。比赛是公平的，怎么会影响团结呢？反正这个事儿啊，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不但影响整体的部队士气，还会影响我们早就拟定好的演习计划。演习计划不应该是按照对抗实际现场去拟定的吗？怎么可以提前设置？这样不科学吧？话是这么说没错啊，但是有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比如说作战单元的设置、主攻营的确立，这些还是要提前做准备的嘛。那所以呢，有什么是我可以帮你做的吗？我是在想啊，你看能不能重新考虑一下比赛结果的认定？数据和理论分析是不可以作假的，抱歉。参谋，梁参谋，别误会，我不是让你作假，我只是觉得郭子健这个人啊是个不稳定因素，这一点我相信你我之间都深有体会。你忘了上一次他假传命令的事儿了？那我们都是受害者，对吧？我们这一次的对手呢是404旅，那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主攻营，那很有可能会影响最后比赛的成绩。我这也是为大局着想啊。刘科长，原谅我没有任何机关工作的经验，也对你口中所谓的大局缺乏理解。我是一名导调人员，我只对我的工作原则负责，用数据说话，其他所有的一切跟我没有关系。杨参谋，你考虑考虑啊！轴啊，不懂变通。经旅首长批准，比武现在开始。哎，有个情况，我想了想，还是得跟你说啊，免得一会儿结束了良心不安。你也有良心？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吧？那你瞧你说的，我刚刚试了2遍那个障碍秋千，你那边稍有点滑，一会儿上去的时候小心点儿。怎么着？都到这个时候了，还跟我玩心理战术？告诉你，别说是下雨，就是下刀子，我也一定要赢你。你这人怎么不识好人心呢？一会儿输了可别哭啊！郭子健，别在这儿跟我废话。告诉你，摆在你面前的只有2条路，要么现在认输，要么一会儿跪下来喊爸爸。上阵准备。哎，梁才，你说他们2个谁能赢？不知道。不是吧？前2天比武的时候，你把郭子健称为变量，我还以为你得趁机把这变量给计算清楚了呢。我刚才查阅了他所有的科研成果，他在战法和指挥领域确实非常优秀。但是综合战斗演练考的是军事素质，所以谁输谁赢，我也不能预测。不是吧？你还真查了？当然侦查了。梁副军长希望我把基地的信息平台建立起来，所以所有跟演习导调相关的数据我都不可以忽略。所以说，郭子健也是数据信息？对我的研究课题来说，他是的。
他也太帅了吧！我刚刚试了2遍那个障碍秋千，你那边稍微有点滑，一会儿上去的时候小心点儿。确实精彩啊！看来是我想错了。综合战斗演练，也不全拼的是体力和技术嘛。看尖子比武，真是一种享受啊！是啊。哦，对了，首长啊，一会儿康政委会当众宣布打擂结果，这会不会对战士们的情绪产生影响？啊，不管在什么地方宣布，都会受到影响的。好在战士们都已经知道打擂的结果了。这次比武，无非就是二营长再找回一点士气罢了。首长说的是，士气当鼓嘛。同志们，在宣布比武结果之前，我先要讲几句。你们2个营啊，一直是旗鼓相当，很难分出胜负。无论哪个营获胜，都在情理之中。获胜者只是在下部的演习当中担当主攻营，并不意味着军事战备能力的全面超越。比武过后，我们马上要投入与404旅的演习，考验我们的还在后面。但是我更相信我们396旅是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永不言败的队伍。还是那句话，上下同欲者胜。396旅，立正！现在我宣布，获得主攻营资格的是合成一营。2营，全体答应，鼓掌！这个郭子健还真是不含糊，用3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一营带的咸鱼大翻身了。咸鱼翻身啊！这一营几年前也是集团军的军事标杆营啊，就是因为江胜强太强了，
所以呢，就把一营的亮光给遮住了。那所以这郭子健打擂成功了，他显得难能可贵嘛。是啊，哎，你小子是不是在提醒我呀？不是，我上次找您预定郭子健的时候，您说他还没拿到主攻营呢。那现在他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您看这难得的好时机嘛。关于郭子健的安排，我跟军长还有政委都商量过了，他们同意我的想法。最难得的是，步兵学院已经帮郭子健办好了一切的手续，可谓是万事俱备。太好了。我觉得这个一营的风气啊，必须好好整治整治，那太不像话了。就上一回跟2营的对抗，他们的侦察班摸了哨，还把人给绑了。行，你说你绑了就绑了吧，你猜怎么着？他们还拿哨兵的袜子堵了人家的嘴。那几天战士们都东奔西跑，哪有时间洗脚洗袜子呀？结果给那战士熏的，差点没背过气儿去。他这种行为啊，不单是违反了纪律，最关键的是，他伤害不大，他侮辱性强啊！确实有点不太像话。这事儿我已经找了桑海天谈了，这种爱出风头的行事作风，必须要好好抓一抓。就是。但是，这次的主意也是我出的，没想到最后搞成这样的结果，让您失望了。这事不能怪你。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虽然说有些投机取巧，但是这么短的时间，能把一营的战斗力提高了，说明这小子有过人之处啊。我倒是觉得，主要是江胜强过于求稳，再加上轻敌，不然应该不会输啊。你输就输了，你说那些干什么呀？我觉得也有好处，这样能给江胜强上弦儿。年年让他拿第一，他就骄傲了，松懈了。那咱们还真让一营当主攻营啊？那要不呢？通过打擂选主攻营的事儿，早就传出去了。军首长亲自观战，基地导调组认证了结果，啊，我们吕布说话不算数啊。可是您又不是看不出来，这郭子健完全把打擂当成个人表演的舞台了。我敢说，如果梁副军长不到现场来观摩，他郭子健绝对不敢这么放肆，还公然抗令。其实打擂倒无所谓啊，我就担心，将来在演习的时候，擅作主张，不听指挥，那是要出大乱子的。可不是嘛。哎，老左，方政委还没回家？等你呢。等我？哎，有事啊？哎呀，老左，最近呢，我有些困惑，想让你帮我解解。哎呦，没想到我还有机会给康大政委做思想工作。我知道，你不认同一营啊，担任主攻营。郭子健的态度啊，也让你很不舒服。不至于。哎，我也明白，你是为集团军演习的事担心。没错，我这心里没底呀。有件事，不知你想过没有？郭子健为什么偏偏被安排到我们396旅红一营当这个营长？不用考虑，我也知道。知道什么？犯了错误来受罚的。这说的就是气话。我们红一营可是集团军的旗帜，有到荣誉营来受罚了吗？那你说为什么？
要有脾气。